Hello， 好久不见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我呢？大家可以把公屏打在想字上。还记得我们之前节目是不是说要做一个凋零骷髅塔？在这中间呢，也是拖了好长的时间。其实这一次要做的凋零骷髅农场呢，并不难。之前有一次直播也给大家展示过了。在 1.14 版本以后，我们可以用凋零玫瑰来做凋零骷髅农场。至于地狱里面的空之域呢，我们是去年就已经挖了一个。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只是需要把以前的农场给拆掉。拆掉以前的农场，我们可能要借助一下伪和平装置。我们顺着地狱交通一直往北走，就可以到达凋零骷髅农场。现在是还没有做伪和平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过去看一下。先找个地方降落。这个机器毕竟是当年做的，所以呢，效率以及它的运行卡顿上面都还是非常的受限，甚至还有很多的恶魂都被卡死了，就导致它不能够正常的运行。哇，这看来必须得做一个地狱伪和平呢，不然就这样头体上去拆，肯定会死得很惨的。那么怎么样来弄一个地狱伪和平呢？我这里有个临时的办法，我在这边空地呢，先做一个刷怪塔，只要里面刷出来的怪，把它推到地狱门里面去，然后地狱那边再弄一个纸人来挂机。我们只用强行把怪物堆到140只以上，那么地狱就不会再刷怪了。好，地狱门做好了，这中间这条路啊，就要把它弄成一条水流，最后让怪掉到水流里面冲进去就可以了。其他地方就没什么好说的，就和普通的刷怪塔一样的做。地狱这边的传送门外面啊，我们要用方块把它给围起来，这边的怪它只会越堆积越多。好，我们现在进门看一下对面现在是个什么样子。这边刷怪塔就只做了2层，简单弄一下就好。挂机点呢依然是在很高的地方，只不过现在要去关一下主世界的伪和平，要先让主世界开始刷怪。之前看到有评论说可以把这里的伪和平呢改成水流的方法开关，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，只不过呢我现在还没有时间弄。好，回来了，我们可以挂机了。先来召唤一个纸人帮我们来刷点怪。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可以到地狱那边去了，因为那边同样也需要一个纸人来挂机占怪物上限。我们先回到地狱上层的那个地狱门那里，我觉得那边应该刷了很多怪了。哎，等等，哇，我好像没有忘记封顶了，这怪物全都跑出来了，这尼玛搞事情啊！哎呀，搞定了，搞定了，终于把他们给摆平了。哎，不对，这后面，哇，这蜘蛛怎么都蹦出来了？我知道了，是他们身子比较肥，他们刷出来的时候就直接卡到墙里面，然后就可以钻出来。你看，赶紧把这个墙封2格。好，安分了，你再别出来了。在他的旁边，我们给他做一个挂机房。出来，史蒂夫，轮到你上场了。哎，你还穿了一套睡衣，怕不是才睡醒。当我们把那边的怪挂满了之后，会发现这边就没有怪了。那么现在就非常适合来拆迁了。总算是拆完了，我还被自己炸死过一次。下一步呢，我们就需要用到凋零玫瑰了。我们用 BBOR 来查看一下，之后要做农场要选的地方就是这个2连的十字路口。如果你有更多的十字路口并排在一起的话，那样的话效率就会更高。凋零玫瑰农场的方案呢，是之前看了 Raceworks 的那个套路。关于 Raceworks 的事情呢，之前也是争议很大，应该有很多人都知道一点点。好，那么题外话我们就不说那么多了，我们要先找个地方做一个小黑塔。以前的小黑塔，如果你想把它改造成凋零玫瑰农场呢，也是可以的。只不过啊，我现在想把2个都留下。我事先呢准备好了一份投影，我们用灵魂出窍看一下，这边有个凋零笼子。这种做法呢，必须要有一个生物来吸引它的仇恨，不然它就会发出蓝色头颅，而这种头颅它就可以破坏掉黑曜石。那么这边呢，我们要放一个铁傀儡，用来吸引它的仇恨。最后小黑呢就从中间掉下来，它们就变成了挡箭牌，就是这么一个工作原理。好，我的铁傀儡召唤完了，这下面的漏斗要注意，不能够在旁边啊给它砌上方块，像这样的话，凋零打的小黑是没有伤害的，就好像是它无敌了一样。好，快走快走，这个桥也要赶紧把它给拆掉，拆完赶紧走。
最后一步啊，就跟以前一样了，在这里砸一个末影满就行了，然后给他我命运牌没有拿，现在正常挂机已经有一阵子了，这边还是会有一部分小黑瞬移到外面来，这个问题也不是很大。我们来看一看，我们需要多少个凋零玫瑰呢？哇，刚刚够啊，2381，一共要2336。回家了，可以回家了。刚刚把凋零骷髅农场的投影放出来了，现在要做的事情呢，要把骷髅农场跟上面的路口对齐。这个对齐这一步很重要，就不用我多说了吧。农场的原理还是很简单的，我们只要用铁傀儡来吸引凋零骷髅的仇恨，让他们从上面跳到下面来，最后再用一个铁傀儡将他们吸引到中间，直至传送到主世界。这边有2个地狱门，上面这个地狱门是给我们人走的，下面是给怪走的。已经快要做完了，我正在放铁傀儡，再就只剩下下半部分还没有做。这里用到了干草块，在他们从上面掉下来的时候，尽量要控制一下他们的血，最后再通过几个活本门陷阱，再用岩浆把他们给送到传送门里面，就 OK 了。好，终于弄完了，这最后收尾的地方，这一边主要就是收集了以及分类的。怪物就从这个门里面出来，然后掉下去，掉下去之后就基本上就已经残血了，我们只用剑砍一下，他们就直接 GG 了。那我们再到地狱那边把伪和平关掉，然后再挂机格指人，就可以有源源不断的凋零骷髅掉到这边来。我们玩家是要进这个门啊，不要进错了，别进到那个门里面去了。好，挂机召唤一个玩家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边的效果。他们都会主动的靠近铁傀儡，然后在末端呢有一个活板门陷阱，就直接掉下去了。这个农场的效率呢，以前测过一次，不过已经有点久了，好像是13个头每分钟吧。相比以前的那个农场呢，已经是天壤之别了。最后还要在头顶上遮几个方块，防止换翼。如果要长期挂机的话，最好还要配一个生命恢复的信标，毕竟手砍时间长了是会掉饥饿度的，最后会饿死。是不是很爽？最后还有一个温馨提醒，如果想实现自动攻击的话，把这里的 periodic attack interval 把它打开，不是打开，把它调成60，也就是说每隔3秒钟它可以攻击一次。然后要把 periodic attack 把它这个开关打开，或者呢给它设置一个快捷键，我们只用按这个快捷键就可以实现自动攻击了。好的，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在这里就告一段落了。喜欢的话记得给我的视频点赞并分享给更多需要的人。如果里面还有什么机器不会做的话，记得用弹幕的形式告诉我，我会挑选里面问题比较多的来做一个详细的讲解。那么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